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呕心沥血，将杨子扶上皇位。可就在登基大典当天，杨子却将冰冷的剑锋抵在了他的喉咙上。他揭开了一个隐藏数十年的惊天秘密：他根本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他仇人的孩子。之前20年的母慈子孝，不过是为了今夜诛他之心，杀他之身的伪装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杨子还告诉他，她深爱的丈夫，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，30年来每月赐给他的所谓补药，其实是让他绝育的毒药。原来他一生都活在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里，真心错付，满盘皆输。然而就在利剑穿心的一瞬间，皇后李佳宁没有死去，而是猛然惊醒。她发现自己竟然奇迹般的重生了，回到了过继那个白眼狼的前一天。上一世，她因无子嗣而受尽冷眼，将这个伪装的温顺孝顺的皇子视如己出，最终却落得个被灭族的凄惨下场。这一世，她发誓要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让所有背叛她、算计她的人都付出血的代价。故事就此开始。皇帝再次提出要将大皇子封玄过继给膝下无子的皇后。封玄立刻跪下，扮演着孝顺儿子的角色。他以为只要像前世一样演几个月的孝子，就能再次骗取皇后的信任，利用皇后背后的李氏家族势力登上太子之位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的皇后灵魂里早已刻满了对他的恨意。李佳宁一反常态，当场拒绝了皇帝的提议。为了羞辱封玄，他故意让他给自己洗脚。看住堂堂大皇子跪在地上为自己穿鞋，他心中冷笑，这只是复仇的开场白。封玄忍辱负重，继续伪装。他的生母许贵人更是心急如焚，母子俩都指望住靠上皇后这棵大树飞黄腾达。然而李佳宁早已洞悉一切，他知道前世的今天，皇帝为了让他心无芥蒂地收养封玄，会暗中毒死许贵人，上演一出去母留子的戏码。这一次李佳宁决定将计就计，他故意算好时间，在许贵人喝下毒酒的瞬间闯入宫殿，假装失手打翻酒壶，意外揭露了毒药。皇帝的毒计败露，只能匆匆赶来，假惺惺地安抚众人。李佳宁借此机会，再次以许贵人需要儿子陪伴为由，拒绝了过继封玄。一计不成，封玄和他那愚蠢的母亲又生一计。在皇帝的寿宴上，他们买通了钦天监的官员，上演了一场天意大戏。封玄在献礼时突然体弱晕倒，官员立刻跳出来声称，大皇子命格被凶星冲撞，唯有皇后这颗天府星才能镇压，必须立刻过继，否则将危及国运。皇帝顺势逼宫，以谋逆罪名威胁李佳宁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从不理会世俗的国师祝云清，他当场戳穿了对方的谎言，并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破解之法，命大皇子与其生母禁足3月，方可化解灾厄。国师的出现不仅为李佳宁解了围，更让他意识到这一世他并非孤军奋战。在封玄母子被禁足期间，李佳宁将目光投向了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存在——生母早逝、备受欺凌的七皇子封萧。他开始暗中照拂这个孩子，一个全新的计划正在他心中酝酿。3个月后，禁足解除，许贵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复宠。李佳宁看准时机，假意和封玄和解，暗中送去一盒养颜膏，声称可以助他母亲恢复美貌。封玄早已对这个拖后腿的母亲心生怨恨，毫不犹豫地将含有剧毒的养颜膏送了过去。宫宴之上，许贵人满心欢喜地献舞，不料跳到一半，脸上的皮肤竟然开始融化，当场毁容，丑陋不堪。皇帝大怒，受惊的许贵人彻底疯癫，竟要拉着封玄同归于尽。混乱中，封玄失手将母亲推倒，恰好被赶来的皇帝撞见。李佳宁抓住机会，句句诛心，坐实了封玄弑母的罪名。最终，这个前世的仇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边疆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除掉一个心腹大患，新的威胁却接踵而至。皇帝寻回了与他青梅竹马的白月光罗遂仪，并将其封为嘉贵妃，宠冠后宫。李佳宁知道，这个女人不过是皇帝用来制衡他李家势力的又一枚棋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知道皇帝的身体早已被掏空，于是他开始在每日给皇帝的汤药里悄悄加重了毒药的剂量。与此同时，那个看似清纯的嘉贵妃其实也心怀鬼胎。她入宫前曾流落青楼，为了巩固地位，竟不惜用催情香料迷惑皇帝。
导致本就亏空的龙体雪上加霜。很快，皇帝在嘉贵妃宫中吐血晕厥，从此一病不起。而嘉贵妃竟也在此刻查出了喜脉，但李佳宁从重生记忆中得知，这个孩子根本不是龙种。嘉贵妃的计划是上演一出流产大戏，然后嫁祸给自己，一举夺得后位。赏花宴上，嘉贵妃故技重施，想要靠近李佳宁制造意外，但李佳宁早已看穿一切，他巧妙避开，并暗中命人点燃了附近的杂物，制造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。混乱中，嘉贵妃受惊倒地，孩子终究没能保住。事后，她哭着向皇帝告状，暗示是皇后疏于诏服。皇帝大怒，当即下令将李佳宁禁足于钦天阁抄写经书，并将凤印交由嘉贵妃代管。看似陷入绝境的李佳宁，其实这正是他计划的一环。